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依然为大家请到了扶摇和张教授，也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留言我们的频道。我们今天呢挑了一个话题是，其实最近也是我和张教授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华人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要想投资美股其实很困难的。一般来说呢，华人有这样几个途径，就是说如果你有海外身份，你可以去开美国的银行，比如说 Fidelity 啊，比如说那个Charles Schwab， 对。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券商，包括 Robinhood 其实比较新兴的券商。那中国，如果你身在中国大陆，受到身份的限制呢，其实在过去几年有几个非常新兴的，你像富途、老虎、长桥，对。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做自媒体的时候，富途还联系过我，就是说他想要做做广告。当时富途可能。因为我看那段时间，富途可能联系了非常多的这个华文的，我看过一个华文财经的一个女主播，她就做过富途的广告。对，富途在这3家中是体量是最大的。对，富途本身它的创始人是从腾讯出来的，腾讯也有20%的股东，所以它算是腾讯系的一个这个券商。然后它主体是在香港。那很多就是在过去其实10年间，就大陆大量的中上产吧，你像普通人其实也没有多余的钱去投美股，然后通过你不管是富途、老虎、长桥也好，就是说把这些资金可以转移到境外，变成境外人民币，然后去投资美股。它不只是美股，可能全球市场，如果你喜欢韩国的半导体，你也可以投韩国，包括日本半导体，这都是有一些很好的股票。那么投资以后但是就在本周，然后我们知道证监会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处罚通知。他那个通知里面讲那个词叫长牙带刺，长牙带刺，对，有棱有角，而且画的是双引号，长牙带刺，我就怀疑这是习近平说的，我怀疑，要不然的话很就是说红色的那种感觉，对，就非常像习近平的那个语言风格所以您觉得这是习近平亲自指挥？我觉得有可能是亲自部署的，亲自何立峰亲自执行，什么财经小组的组长什么的吗？对，是，所以。对，因为我其实最开始看新闻的时候，因为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券商嘛，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然后后来我当时就特别纳闷，我说买这个海外的股票的话，不是有合法途径吗？就2006年的时候，那个中国开始推出一个政策叫 QDII， 你知道吧？我就 Qualified 什么 Investment 什么之类的，忘记，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它那个其实我觉得比这个富途相比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换汇。你把人民币给有 QDII 资格的机构，然后呢，他就帮你从国家有一个额度换成美元，完了之后的话，他帮你投资美股，收益归你。你可以投资个股吗？还是只能 ETF？ 这是最大的问题，就只能投 ETF， 就是你不能买什么 NVIDIA， 或者是比如说你可以买纳指，你不能选，你只能选，对，类似于这种，就是你不能选你的 portfolio， 是它相当于你买了一个基金，相当于你买了一个对外投资的一个基金，它来帮你管，你不要管，你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对，所以但是在 QDII 的话是合法的，就是你拿人民币就可以，他替你去买美股。然后呢，我当时是首先分清楚富途和 QDII 的区别是，富途是可以选个股的 ，QDII 是你投基金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当时我在想，那如果你要想投个股的话，你与其给富途的话，你还不如直接海外开一个，比如说嘉信理财，就 Charles Schwab。这个是有身份的限制，是不是？没有。嘉信其实以前门槛比较低，现在好像是又高了，是吗？对，慢慢可能慢慢收紧。我觉得嘉信可能比 Robinhood 还要低一些，就 Robinhood 好像查你的那个身份就是叫 Know Your Customer 嘛，就是 KYC 的话是比较严。Charles Schwab 我觉得好像是比较松的。然后呢，我当时想，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在 Charles Schwab 就直接开一个，就自己就炒，你干嘛非得通过富途呢？后来我才明白，因为 Charles Schwab 的话，它是完全是纯英文界面，所有的股票的研究成果，就是它到底是涨是跌，宏观经济分析全都是英文的，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去看那些英文的东西。是，所以富途的话，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它把投资美股的门槛降到0了，基本上。对，而且用户界面相对来说更友好一点。Charles Schwab 的界面，我反正用过，我反正就是不太喜欢短期操作，就是买了放在那儿，因为感觉看起来不是很友好。对，中文就是这个富途的话，它就是中文界面，然后呢，它会告诉你怎么去换汇，然后呢，怎么把钱存到这个银行里，然后这个银行的话再怎么转到那个就是跨境转到他的账号底下什么之类的，他给你就是让所有的中产的人的话也能够直接参与。
哪怕你是18线城市的一个小公务员的话，你有点钱的话，你也可以干这个。对，对，因为 Charles Schwab 的话，Charles Schwab 一般来说嘉信理财的话，都得是那种，就是比如留过学呀，英文很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当时就是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啊，再一个问题蛮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可以把钱转到海外的话，因为它有中国现在换汇额度是1年5万美元嘛。对。那如果是我有这个换汇额度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直接通过嘉信理财，比如说去投资股票？那后来呢，才发现其实中共允许你换汇呢，它只能够允许你给子女付学费，对，出境旅游的。是这样吗？看病，对，看病、旅游，这个给子女付学费可以，不可以在这个美国买任何的投资类的产品，包括房地产。所以理论上是这样的，对。而且你在柜台办和在网上银行还有的时候还不太一样，而且不同时间节点它的这个松紧程度也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人可以就是利用这个空档也好，或者是这个松的时候能把钱转出去，但有的时候就不太行，所以它是很转出去之后，完了以后，比如说，因为你一旦转到海外之后的话，你再怎么操作，中共就不知道了，看不到了嘛。对，所以你到底是投资怎么样，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要是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其实是完全摆脱了中共的监管，完全摆脱了中共的监管。所以附图就是这个工具是吗？附图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就是之所以中共能够掐死它，就是因为它的服务团队在国内，然后呢，它所有的这个在附图开户的人90%都是在中国境内的。对，就它其实是一个，它的牌照虽然是香港的，但它的服务的主体，它的员工都在中国大陆，以中国大陆为主。对，所以这是为什么证监会能拿捏它，但是却没法拿捏嘉信的一个原因。对，他拿捏嘉信，其实可能真正在嘉信开就是这个账户的国内的人也很少。他第一个是找不着，第二的话没法处罚，因为对啊，你为什么你也不能跟嘉信理财说你不可以给中国大陆的人开账户什么之类的，你不可以吗？是。天哪，那现在这些钱相当于你投进去了，就是说各户会有受影响吗？还是说只是说这个附图它的这个钱是要被缴一些？他给你2年的时间，给你2年的时间清盘，就是你2年，它是这样的，中共它是这样，它先去卡的是新增用户，就是说其实从2021年开始，当时就已经约谈附图老虎长桥，那个时候门就开始慢慢收紧，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你中国大陆居民你要在附图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国内的牌照，它是香港的牌照，但你这个吸纳的资金是大陆的资金，证监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处罚附图嘛。附图就不管是附图这3家，在国内早期的时候肯定是要想尽办法去吸收这个国内的这个资金，或者找不同的人去发展。然后2021年开始，就是说这个证监会就开始去慢慢的去收紧这个新增用户。那到了大概23年、24年的时候，你要想在附图包括长桥、老虎去开的新的账户，已经是有相当大的困难了。然后这次的做法是去解决存量用户，就是说我已经在里面开的，你给你2年的期限，就是说这2年内你是不能买，你可以卖，只能卖。但是我觉得能卖也算是保底了，就是说你没有说被完全给你割掉，但是对于这整个它这个附图这公司来说，其实是相当于割韭菜了，是吧？这个公司其实很挣钱，它比如说它是比如说我这个券商里边有100亿的资金，比如说100亿美元的资金，实际上它有很多那种挣钱的方式，比如说有的人他要加杠杆，他就券商公司的话可以借钱给你嘛，对，然后比如说他就可以挣这个利差，然后再有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转了5万美元，但是呢这5万美元，比如说你今天只看中了一只股票，比如说你花了1万美元，还剩下4万美元不是沉淀在这儿吗？这是你的资金嘛，你又没有买别的，就像活期存款一样，他可以拿这个资金去买比如说美国的国债，因为这肯定不会赔，然后的话他就能够挣3.5%的利息，4%的利息，所以说他其实他有很多挣钱的方式，他主要是挣这个钱，因为现在基本来说就是这种股票买卖的话都是没有手续费的嘛。是，所以这次是相当于中国这边是瞄准了这个大头，想要去窄一点，然后油水出来，不是说针对他这个我家。倒不觉得他是一定要是为了就是割他的韭菜，主要原因是因为因为现在国内没有什么投资的渠道，就是比如说你去买 A 股，就是可能会赔得一塌糊涂，对吧？买 A 股就跟进赌场差不多。昨天我看好像有消息什么2万亿，然后一下蒸发了。对，A 股是跌得特别惨，血流成河。
就是你要买 A 股的话，就基本上来说，除非你特别会选股，然后或者你特别有这种内幕消息，你可能会赚钱。一般人的话没有办法投资嘛。然后你办工厂，你现在也没有，也基本上来说大家也不太敢办，房地产你不敢买，所以你这个钱你存中国银行的话，你这个拿人民币可能比如说就2%点几的利息，对吧？对。但是如果我要是买美股的话，我就哪怕买美国国债的话，我有4%的收入。然后我如果要是买美国，比如说是纳斯达克的指数或者买那标普的指数的话，一年可能10%几的收益率。那就是说，当富途把这个投资的门槛降到0的时候，那为什么大家不把钱拿出来换成美元买那个？那我就坐着吃利息就完了嘛，对吧？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中国的钱会大量的换成美元，然后跑到美国去投资。这个对中国来说的话，就是抽血嘛，就把他的那个人民币都给抽掉了嘛。对，它其实对。我看这次罚单其实开的并不是特别重，富途是罚了14亿，老虎是5亿，然后老虎是3亿，长桥是5亿，反正这个便是人民币，对于这些券商来说其实不算啥，不算什么。对，但最重要的是影响它未来的发展和客户，它主要是中共这样就是切断中国大陆中上产的资金流向美国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对。哎，你要不然在美国这边开一个什么，就是账户，说我完了来帮你们投资，你把钱汇给我。不行，这是美国的税法是你说你自己开一个基金类似，对，然后你去大家把钱汇给你，然后你来投资。那也涉及到一个问题，他钱怎么出来的问题。子丁可以考虑考虑。第一个是比较怎么钱出来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在美国，我不知道这个牌照是需要你自己自有资金一定要很雄厚才能够干这个。对。并且我觉得最关键，其实中共其实是非常在意你资金的流向，就是说他无法忍受大量的资金异动到海外而不受它的监控。对，不受监管，这个是最关键的。可是如果一直这样，就是说困在中国境内，不是更晚吗？对呀，但是他与其让你在这困到死，他也不愿意让你把这个钱拿走，因为你在国内困到死是你困到死，但是你把钱都抽走的话，但是大家也是现在没有人消费，就是一直存在银行里，那有什么用呢？前2天看到那个数据，4月份的时候是叫什么？就是银行新增贷款是-100亿，你看到那个数字吗？非常可怕，就是说没有人借钱，没有人去买，大家都在还钱。现在中共经济就是主要靠出口这架马车。对。但川习会算是给习近平又留了一口气，相当于，对，他也没办法，我觉得。对，确实。西伯利亚2号也没有买成，然后他也不买。对。所以你看，那个昨天那个川普到纽约来，就是那个力挺那个他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嘛，那个 Kevin Walsh。对，川普就是他希望就是说美国现在能够一下子，比如说把利率降下来。对，降息。利率一降息之后。其实我记得2022年的时候，当时我和其他别的高校的一些人在一块吃饭，就是那些管理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就说这事儿。我说美国呀，就是这个利息是接近0%嘛，就是美联储那时候基准利率是0%嘛。我说这样的话，美国一年光付国债的利息大概要4000到6000亿。我说如果你这么涨上去的话，美国国债一年的支出就是光付利息的话就得1万亿，现在已经超过1万亿了。对，比美国的军费还夸张。对。所以这种高息的话，对于美国来说根本就无法对于美国财政部来说的话是无法负担的。是，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说，川普希望利息一降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通胀上升，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股市会往上涨，油价什么之类的话，可能都会往上涨。所以对于普通来说，你就需要买一点能够对抗通胀的一些资产，通胀的资产，对，不能留现金，就是这样。对，因为现金。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是能够买，比如说一些像现在半导体类的股票，我是觉得6月份不是那个 SpaceX 要上市，那 Anthropic 要上市，就感觉好像那个都是成长几倍、几十倍的那种。但是在大陆的朋友就没有办法，就是无缘对是。但大陆的朋友就是说可以就是保健自己的身体，买黑参吃。好主意啊！身体才是本钱，对，身体才是本钱。你挣这些，其实为的不就是有一个好的幸福的生活吗？那幸福的生活的基本，它不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吗？对呀。不过大陆的朋友可能也没办法。但是如果说是买套餐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获得一个特级黑参，还是感觉挺不错的一个 deal 的。因为它那个普利唐玄宝黑参，其实它价格确实是没有那么便宜，因为它是人参，这个首先它的这个基数就比较大，所以说买一盒那个黑参呢，其实它是$600，但是其实普利唐产品只要办$500，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哪儿也好，我们都是免邮寄的。
然后买$3000，如果买这种就是几个包装的话，然后拼个3000就可以获得特级的黑参，对，非常难得。是，这个人参呢，就是种出来的时候是白的，它经过每次蒸晒一次，它颜色就深一点，大概4-5次的话会变成红色，就变成红参，然后再往9次的话就变成黑参。黑参的话，它的就是人体吸收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吸收率要好很多。对，怎么着挣那么多钱，也不如就是说先把身体保健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大家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因为现在，而且最近不是说什么疫情啊，就这些那些，就是真的感觉事态很乱，就这个时候一定要保重。是，对。好，然后中国大陆这边感觉钱是被锁在国内了，然后也动不了。那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以前大家就是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他们会去通过这些就是来来回回的回国内的话，他们也会用附图是吗？还是说基本上就在美国自己买了？我都不是很了解这些。如果你要在海外的话，我觉得直接就是在 Fidelity 或者是什么嘉信理财开一个就挺好的。应用美国券商业，但是有一些华人他可能，比如香港、新加坡的，他可能更喜欢用这种。其实附图早期可能70%的都是大陆投资者，但是后期它这个数字，它可能在改善，可能现在可能有50%，那可能还是这个海外的。哦，那不错了已经。对，就是说，因为海外华人，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知道，其实从中国大陆到海外移民的人还是很多的，非常多，很多到日本啊，到东南亚地区啊，包括新加坡。那他们如果投资的话，就可能它的界面相对来说更加友好嘛，所以说很多。因为它不像是过去，可能在过去10-20年，它可能出来更多是留学生，现在有很多不光是留学生，他也出来了，可能在国内就辞职，或者说生意就不做的就出来了，或者说之前还有很多走线的来美国，因为它经济环境不一样了，所以现在的很多来美国的朋友，他的英文不一定有以前那些留学生那么好，所以他用起来可能会更友好一点。对。但是如果面对这些朋友的话，现在附图不能用了，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就是那英文不好，那我就没有什么建议了，我觉得。真的吗？就是不要投 A 股吧，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一步哈。是，对，我觉得你像海外那个 Robinhood 就是说，我忘记了，我以前曾经在 Robinhood 开过户的，它呢就是你买它一个像类似于金牌会员的那种，一个月我忘了几块钱还是30块钱，我忘记了。然后呢，你所有的钱放在那儿的话，虽然是像是活期存款，但是它给你3%、4%的利息，就有点像你那些资金好像自动就相当于买了美国的短债了一样。Charles Schwab 就好像没有。它有，包括 Fidelity， 它券商它有一个服务，我英文名忘了，就是说它允许，就是说你如果选择一个选项以后，就是说你的就剩余的资金，就比如说你没有投资的资金，它可以就是说帮助你去投类似国债。或者是一些短期的，你拿的利率会高一点，会高一些。对，这个可能它有一定的资金要求，但是可能是有这样选项的。对。Robinhood 就是当时我开了那个户之后，我那时候正好是我忘了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要把一些钱转出来，然后我就往外转了3天，然后他突然之间就把我那个账号就给关掉了。哦，还这样吗？对，他说你不能连续往外转钱，什么达到一定的数额之后就给你关掉了。而且 Robinhood 是不给你任何解释的机会。哎，我还听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很好，对于新手很友好的这么一个软件，是吧？但对它用户界面相对比较友好一点。Robinhood 就是说他买你，因为咱们现在比如说买股票的话，都说我买几股。现在嘉信理财好像刚刚出了这个功能，就是你给的不是买几股，你给的是钱数。我买$100的。就是比如说我买了3.3524股，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它现在是有 Robinhood 很早就有这种服务，一开始就有。然后那时候 Robinhood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就是让它当时特别火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在里边直接交易加密币，对，比特币、以太币，就它可以直接在里边买卖。它最早是因为数字货币就是兴起，所以数字货币的涨幅对 Robinhood 本身的股票是有影响。但是 Robinhood 最近几年在转型，它往这个传统的这个金融方向在，而且以后它可能会有那种就是股票代币，就是说现在你比如说嘉信理财哈，你就是早上比如说9点半的时候开始到下午4点闭市，你的交易的话只能在这个期间嘛。然后但是呢，以后就是说这个股票它可以用加密币来以加密币的形式来表现这个股票，而加密币的话是可以24小时随时交易的。对，
所以这个 Robinhood 以后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趋势，未来可能都是这样的，是就是加密币代币。那现在比如说美联储的主席换了，接下来对于这个美元的走向有什么样的预测？那大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哎，真的，你是怎么看这事情的？我其实等开文沃士上来的时候，我以为那个就是国债这个利率会降低，然后它的收益率降低，然后国债的价格会涨上去。这2天国债的价格跌的简直特别惨，就是10年都没有跌到过。就是我买的是那个叫 TLT 的话是美国长债的那个，就相当于 ETF 吧，反正是，就是10年都没有跌下过85，它跌到82点几还是83，刚刚多一点。就是你看那个国债跌的特别特别的惨。之前那个去年的时候最高涨到可能将近100美元。我觉得可能和最近这个伊朗局势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伊朗一打的话，能源价格往上涨，然后通胀等于是就往上涨。通胀上涨的话，它一定要加息，加息的话就造成美国国债收益率增加的话，价格就会下跌。对，所以就是看川普想怎么结束伊朗战争。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包括去年所谓贸易战到现在啊。就是相信美国，相信川普，这个都会涨回来的，所有事情都是暂时的。对，哎，最近其实我看他们讲，就最近几10年，其实美国人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熊市，没有。最近几年确实就是COVID之后，包括2008，当时其实光下去之后的话，然后他搞了 QE 之后，那股市咣就起来了，很快。它不像1929年那次经济萧条的话，它可能比如说10几年涨不回来的。是，对。我觉得美国现在动用这种金融手段去护市，你要说它好像是一时缓解了危机，但其实加重了危机，我感觉是到最后会有搂不住的时候。对，现在因为最近1年半导体涨得很高嘛，你像 AMD 包括 Intel 这个 PE 都是70多，这个就是这个看着有点吓人，就是这个感觉很吓人，看着有点吓人，就是说。你不知道它到底发展到，当然它本身作为股票，它的叙事，它本身叙事是足够吸引人，有一定基础，美国制造，然后你随着数据中心的建设，你的 CPU 的数量也会增加，所以英特尔和这个 AMD 的它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不知道就买台湾股票，台湾股票其实涨得很厉害。对，但是台湾第1季度 GDP 涨了13%，就和半导体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它不只是代工，整个生产链，就是说，整个今年2026年，美国涨得最多的3个类型的股票，就是第一是 CPU， 第二就是存储，第三就是光互联。你像所有这些，包括你像存储的话，美光。就是包括这涨了1倍都不止了，美光和 AMD 都涨了1倍不止了，已经。对，它其实都在台湾都是有这个工厂，包括有合作方，包括这个讲光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供应商也是在台湾，所以这个随着包括代工方面也是这样，所以随着半导体包括这个 AI 它大量的数据中心建设，台湾其实是受益非常大的。这点是对，所以说就是你投台湾股市也比投 A 股要好，真的是这样的。对，因为 A 股其实过去10几年出了很多就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不是，关键问题是就是你假如说你要是买标普的指数的话，过去10年你可能比如翻了几倍了已经，但是如果你要买 A 股的话，你发现不但没有上涨，甚至可能还会下降嘛。是，对。所以当然这是我们聊富途这个券商牵扯出来的话题，投资的问题。对，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富途这个事情，我觉得体现出中共对金融市场的它的这种控制欲，就是说我一定要控制你这个，我不是说完全不让你买美股，但你买美股要在我的监控之下 ，QDII， 对，你要交税，我要能够监控你，我要能够管控你，未来我不想让你投，你就可以不投。对，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国内的其实最受影响的其实是中上产，因为他们的这个投资的渠道，一个最重要的投资渠道被掐断了。所以我看到其实很多在这个投资领域的这个很多中国人，他本身对政治不是很敏感或者不感兴趣，他也是非常反感这样的行为的，因为这牵扯到自己的利益。其实就是刚才说到那个 QDII 的那个，你确实是可以通过 QDII 机构去买美股或者买基金，但是 QDII 每年是有额度的。哦，是对，就他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你，对，他控制你资金流出嘛。对，所以我觉得对，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有一个海外的身份，开一个海外的券商的账户，
对然后你可能会更灵活，对你个人的投资理财可能会帮助更大。对，资产安全。对，所以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怎么看这次事件呢？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